MIT 的研究團隊打造出一款飛得跟大黃蜂一樣快的超迷你飛行機器人。別看它個頭小，它的速度和敏捷度完全有昆蟲等級，未來很可能在搜救任務中派上大用場。這張延時照片顯示，這台微型飛行器正在空中做一個利落的翻轉動作。畫面上的注解說得很直接，現在有了我們的仿生控制框架，這款機器人在速度、加速度，甚至身體俯仰的控制上，都已經能和昆蟲媲美。研究團隊的主導陳凱文這麼說。這張圖顯示，即使風把它吹得有點偏離航線，這台小機器人依舊靈活得驚人，11秒內做完10個連續空翻，完全不帶喘氣的。陳教授的團隊其實已經在研發機器昆蟲這個方向努力超過5年了。未來的場景這樣想象：地震後滿地瓦礫，人類難以進入的狹縫裡，這些機器小昆蟲可以鑽進去，搜尋可能還活着的受困者。大型救援機器人進不去的地方，它們都進得去，還能在飛舞的碎石和障礙物間靈巧穿梭。但說實話，在此之前，這類空中微型機器人飛得都相當保守，只能慢慢走一條平滑路線，完全比不上真正昆蟲那種迅猛的急停、急轉、翻身。直到現在為止， MIT 的研究團隊終於展示了第一款速度和靈活度都接近昆蟲的微型飛行器。另一組合作团隊則替他設計了一套 AI 控制器，讓他能做出像連續空翻這種高難度的特技飛行。透過一套高性能加高效率的雙層控制策略，這款機器人的速度比舊版本提升450%，加速度提升250%。也就是說，它變快了4倍半，加速能力更是突飛猛進。而且，即使風吹得亂七八糟，它依然能在11秒內穩穩做完10次翻轉。陳教授說，我們希望這些小型機器人能走進那些一般4旋翼無法飛，但昆蟲卻能輕鬆穿過的環境。現在在速度、加速度、俯仰角這些表現上，我們已經做到接近昆蟲，這確實令人振奮。他們團隊還打造出一款更耐操的微型版本，大小大概像一段磁帶，比回形針還輕。新款的翅膀更大，可動性更高。這些人工肌肉驅動的翅膀以及快速度拍動，使機器人能做出更瘋狂的動作。過去，這些機器人的大腦，也就是控制器，都是人工微調的，限制了它的極限表現。想讓它像昆蟲一樣迅捷，就得有個能處理大量不確定性、能高速做決策的控制系統。但問題來了，這種計算量太大，機器人自身根本跑不動。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陳團隊找來豪的團隊合作，一起研發出一套 AI 雙步驟控制系統。它既保有複雜機動需要的穩定性，又能維持即時計算的速度，是兩者兼具的解法。研究者說得很形象，硬體的進步讓控制器能做得更多，而控制器的提升又推動硬體往下一步邁進。第一步，他們打造出一個模型預測控制器。這套系統能預測機器人下一秒的行為，再規劃出最安全、最有效率的動作流程。它能規劃高難度動作，空中翻滾、快速急轉、大角度傾斜，還會自我限制力量，避免飛到撞牆。例如，要連續翻10次，機器人必須每次都把減速、角度、初始姿態調整得剛剛好，否則就會失控墜落。另一研究主導豪教授說，只要誤差一點點，你就沒辦法連續翻10次。我們需要的是極度可靠的飛行控制。第二步，他們利用這位專家級計劃師，透過深度學習訓練另一個輕量級 AI， 也就是機器人的反應中樞。
它會模仿那位專家規劃師的行為，快速決定機器人下一步要怎麼飛。這一步的重點是把複雜的控制邏輯壓縮成一個能以極高速度執行的 AI。研究者說，這項技術的核心就是強大的訓練方法。在實驗中，這套系統讓機器人在速度上提升447%，加速度提升255%。它能在11秒內翻10次，軌跡偏差始終維持在4至5公分之內。論文主要作者之一蕭逸軒 Esunshield 表示說，這意味着過去動作受限的微型軟體機器人，如今能憑借新控制法達到接近昆蟲的敏捷度，開啟了新的運動模式可能。他們還展示了昆蟲常用的眼跳運動，快速前衝，再急速反向剎停。昆蟲用這個動作確認位置，迅速辨識周遭環境。陳教授說，未來在這類機器人安裝相機後，這種仿生行為也能幫助機器人看得更清楚。接下來的研究重點將是替微型機器人安裝感測器與攝影機，讓它能真正做到戶外自主飛行，不需要依賴大型動作捕捉系統。團隊也希望研究如何讓機器人彼此避撞、團隊導航。陳教授說，我希望這篇研究能讓微型機器人領域出現新的典範轉移，因為我們證明了可以同時做到高性能與高效率。卡內基梅隆大學機械工程教授 Sarah Berg-Reader 評價說，這項成果令人驚豔。即使在製造誤差大、風速超過每秒1公尺，甚至電線纏住機器人的情況下，它仍能精準翻轉、快速轉彎。他補充說，雖然控制器目前仍放在外部電腦，但團隊證明，即使在昆蟲級的微小硬體上，略低精度的策略也能運作。這代表着未來昆蟲級機器人真的可能達到接近真正昆蟲的靈巧度。